2019年的夏天，我到深圳罗湖出差，那时候天气炎热，骄阳似火，整个城市被高温笼罩着。和客户共进晚餐后，因为预算有限，我匆匆地在网上找了一家价格实惠的快捷酒店入住。我对酒店住宿并不是特别擅长，所以并没有过多关注酒店环境的对比，只考虑了价格和交通方便。办完入住手续后，我拿到了609号房间的门卡。我乘坐电梯上了6楼，但刚一走出电梯，就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，仿佛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。609号房间位于6楼的尽头，我沿着昏暗而阴森的走廊走了一段，终于来到了房门前。这扇门竟然还对着酒店的紧急逃生楼梯。我匆忙地打开房门，房间内一片漆黑，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，房间里还弥漫着一股让人不适的霉味。我心想，反正只是过夜，勉强凑合吧。于是我走进房间，放下行李，计划洗个澡就休息。没料到打开洗手台的水龙头，却发现流出来的水竟然是红色的，这吓了我一跳。我急忙关闭了水龙头，赶紧拨打前台的电话。一个男生回答了电话。不久后，酒店的工作人员来到房间。工作人员解释说，可能是水管生锈，只要稍微留一会儿就会好转。果然，水的颜色逐渐恢复了正常。我提出想换房，但工作人员告诉我已经没有其他空房了，这是最后一间。没有办法，我想只好将就住一晚了。洗完澡，想打开空调看会电视，却发现房间里的空调和电视都是坏的。大约深夜2、3点钟，我被一阵寒意惊醒。夏天没有开空调，居然还会因为冷感而醒来。我紧紧拉上被子，这时仿佛听到一阵低声的歌声，模糊不清，但似乎就在我身边。我扭头看向卫生间的方向，发现卫生间的灯自己打开了，还伴随着水流声。我望向卫生间，喊道：“谁在那里？”话音刚落，水声一下停了下来，房间内的灯也突然全都熄灭了，只有电视中的雪花在闪烁。这让我心头越发害怕起来，急切地拨打前台电话要求退房。然而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。我拿起背包试图离开房间，推开房门，走廊一片漆黑，看不见任何东西，甚至连灯光都熄灭了。不知道这片是黑暗通往电梯还是通往地狱的。我吓得退回房间里，赶紧打开所有的灯。这时房间越来越冷，我的情绪也跌入低谷。我只好蜷缩在被子里颤抖，熬过这个漫长的夜晚。整夜，卫生间那里奇怪的声音不断回荡在耳边，时远时近。幸好后来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事情。黎明终于到来，天色渐亮，我赶紧走出房门，走向走廊。虽然昏暗，但至少还能分辨出方向。刚踏出房门，我就看到门口摆着一双布鞋，鞋尖正对着我的房间。与此同时，我还看到走廊尽头有一个人影慢慢朝我走来。我想逃回房间，却发现双腿动不了，仿佛被束缚住一样。当时我的心脏急速跳动，几乎要跳出了胸膛。我盯着那人影，他越来越近。当离我只有2米左右时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原来那人是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，从着装看应该是酒店的保洁人员。她微笑着问我为什么这么早就退房，还建议我再睡一会儿。然后她转身笑了笑，弯腰捡起地上的布鞋，径直走向紧急逃生楼梯。我在前台办完退房手续，愤怒地告诉前台工作人员，他们给我安排的609号房间，电视和空调都是坏的，夜间走廊的灯频繁熄灭，早上还有保洁人员把布鞋摆在我的门口。我讲述了我经历的一切，生气地骂道：“你们酒店简直是有毛病的！”然而前台小姐听完我的叙述后，一脸惊愕：“先生，您肯定弄错了，看看您的房卡，我给您的是608号房间。”
至于609号房间，已经很久没人住了，根本不对外开放。昨晚我一直在前台，根本就没有接到您的电话。他继续说，另外，我们的保洁阿姨前段时间因车祸去世了，现在都是年轻的女同事在做保洁。听到他的话，我越发恐慌，心想无论如何赶紧离开再说，立即匆匆离开了那家酒店。这段经历让我感到极度恐惧，至今我都无法解释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随意选择酒店，特别是那些价格便宜的地方。我也希望常常出差的朋友们能引以为戒，在选择住宿时多加小心，毕竟有时候贪图便宜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。